这一讲我们继续留赞武帝太始3年。这一年里，赵婕妤经历了14个月的怀孕期，终于在勾弋宫生下了皇子刘弗陵。武帝想到尧圣人也是经历了14个月的孕期才诞生的，当下兴冲冲地将勾弋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。司马光马上给出一段陈光曰，核心意思是批评汉武帝无事生非，这样明明白白地把自己对刘弗陵的偏爱公之于众，坏人当然会贼心大动，想方设法陷害太子和皇后了。后来的巫蛊之祸就是这么酿成的。我们从后文来看，武帝这时候未必就动了废长立幼让刘弗陵当太子的念头，只不过是老来得子开心的有点失态罢了。但问题是，皇帝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无数人不但紧紧盯着，而且反复琢磨，然后想方设法投其所好。所以当尧母门3个字一出，都不要说政治投机分子了，就连太子和皇后都会不寒而栗，越想越怕，越怕就越是张皇失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坏人露头了，江充就任水衡都尉。这位名叫江充的人原本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，因为得罪了赵王太子，没法继续在赵国立足，于是来到长安，向朝廷检举赵王太子的隐私，导致了赵王太子被废黜。武帝召见江充，见江充不但一表人才，衣品还特别的好。汉书的记载里，武帝初见江充，就对身边的人感叹了一句：燕赵故多奇史。这是原话，意思是燕赵之地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河北一带，历来都处奇人异事，看眼前这个江充不就是吗？武帝的这句感慨后来成为文化语码，文人搞社交的时候，如果知道了对方是燕赵之地的人，就可以借这句话来恭维对方，特别顺手。话说回来，这位赵人江充不但仪表不俗，而且内外兼修。等聊起国家大事来，武帝对江充就更满意了，派他担任绣衣直制御史，督察皇亲国戚和皇帝近臣的不法勾当。江充很称职，检举弹劾从不怕得罪人，实在是忠诚和正直的典范。江充后来制造巫蛊之祸，在历史上是一个很负面的决策，但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武帝的角度，也一定会觉得江充执法无私，不避权贵。别人不敢检举的问题，他敢检举；别人不敢招惹的人，他敢招惹。哪里去找比他更好的臣子呢？某一次，江充陪同武帝到甘泉宫，抓到了太子派来的使者，乘坐马车在驰道上行驶。那没得说，依法治罪。胡三景在这里有注释，说这里所谓驰道是皇帝专用的道路，太子使者走错车道了，依照法律将车马没收。按说以太子的家底被没收一套车马不算多大个事儿，但太子另有不安，派人向江充谢罪，请江充网开一面，说这倒不是另惜一套车马，只是不想让皇帝知道这件事情。当然，以江充的脾气，肯定是不吃这一套，如实向武帝奏报。武帝很高兴，高调褒奖了江充，说做臣子呢就应当这么办事。就这样，江充成了武帝身边的红人，威震进士。太始4年年初，例行公事一般，武帝又去泰山大搞祭祀典礼去了，然后颁布赦令。冬10月有日食，12月武帝到雍见祭祀，详细施札安定北地2座边郡。1年无事，转眼就是征和元年。应少研究汉书，很会对年号做解释，说征和的意思是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，但这纯属望文生义。陈池先生从考古证据和文献当中找出铁证，证明当时的年号不叫征和，而叫延和，只因为征和延字形相近，所以就发生了抄写错误，以讹传讹了。到了东汉中后期，就已经普遍写作征和了。应少是东汉末年的人，望文生义做解释并不可靠。司马光当然还不具备这种考据功夫，所以就沿用了征和的字样。接下来我们就将错就错好了。年初，武帝从安定北地2座边郡返回长安，入住见长贡。3月，赵王刘彭祖过世，谁来继承赵国呢？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，
刘彭祖是景帝诸子当中出类拔萃的坏癖，他曾经接手了哥哥江都王刘飞的宠姬捉姬。刘飞的后宫曾经有多乱，这是前边讲过的。捉姬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捉姬到了刘彭祖这边，生下了一个儿子，称为捉子。当时捉姬的哥哥在朝廷当宦官，武帝找他咨询，问捉子为人如何。这位舅舅答道：这孩子欲望太多。武帝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：多欲不宜军国自民。这是原文，意思是说欲望太多的人不适合做统治者。武帝又问刘彭祖另一个儿子刘昌的情况，得到的答复是无咎无欲。这是原话，原本是《周易》里边的爻辞，意思是既没有坏名声，也没有好名声。这在当时不是好话，荀子必病腐儒就用过这个短语。我们的正常反应是，这显然是个平庸之辈嘛。但武帝发话了，这孩子合适，于是立刘昌为赵王，继承了刘彭祖的赵国。后人读这段历史，最直接反应就是汉武帝这个真是乌鸦站在猪身上，净看见别人黑了，明明他自己才是欲望最多最重的那个。宋代儒宗甄德秀就是这么讲的，但着重说了一句，这话本身是至理名言，咱们可不能因人废言啊。征和元年是离奇的一年，下届大旱，道不兴起。新奇的是，武帝在建章宫的时候，看到一名男子带剑走入中龙华门。武帝察觉到来者不善，立即下令缉捕，而那名男子丢架佩剑，竟然逃得无影无踪。武帝震怒，站上宫门守卫负责人。冬11月，在大长安地区展开搜捕，连续11天关闭城门，终归一无所获。而巫蛊事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。这种事情如果拿到今天来看，我们会觉得大概率上是哪位宫廷侍从忘记换衣服，或者这是武帝年老眼花。而在当时，尤其是武帝作为当事人，难免越琢磨越恐惧，最后疑神疑鬼，不可自拔。都不要说武帝了，即便是千载之后的宋朝学者洪迈，读到这段历史也不免觉得蹊跷，认为武帝年老之后残忍好杀，以至于见者于天，鬼看七世，真的是神秘力量作祟，终于酿成人伦惨剧。明末清初之际，顾炎武总结历史经验说，自古以来，每到一个王朝的中叶，总会出现妖人进入宫禁的事情，这既有气运败坏的原因，也有法纪废弛的原因。我们认真体会顾炎武的口气，在他看来，气运败坏应该才是重点。接下来所谓巫蛊时起，事情是从丞相公孙贺身上发端的。资治通鉴记载，公孙贺的妻子魏君如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，所以公孙贺一直很受武帝宠幸，但这个说法不够全面。前面讲过，早在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公孙贺就做了太子舍人，相当于从仕途的开端就是武帝的嫡系。后来卫青北伐匈奴的时候，公孙贺经常自领一军，这就意味着公孙贺既很熟悉朝廷里边哪怕最隐秘的人际关系，也很熟悉武帝这个人，当然同样熟悉武帝一朝的全部政治风格。所以在他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，不惜反卑，几乎当场崩溃。他这是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被推进了怎样的一个漩涡当中，今后只要稍有不慎，就会招致灭顶之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公孙贺有了这样的觉悟，从此谨巧慎微过日子就是了。徐阶时庆前辈，虽然挨骂挨罚，这个免不了，但保全性命总还是可以做得到吧？但不一样，时庆家里有万石君的家风，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生却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纨绔子弟，特别的不让父母省心。公孙敬生做过侍中，是武帝很亲信的人，又接替父亲做了太仆，这是九卿一级的高官。公孙贺就算管得住自己，到底管不住儿子。公孙敬生的表现是骄奢不奉法，终于因为挪用巨额公款的勾当没能瞒住，被下狱闷罪了。按说这种经济犯罪，以公孙贺的家底，并不难通过赔偿和缴纳赎金换取赦免。
但我们必须想到，这已经是一个酷吏几经迭代的政治环境了。公孙贺要想保全儿子的性命，就只能另辟蹊径。当时武帝下诏紧急缉捕杨陵大侠朱安世，公孙贺积极请缨，希望能立这件功劳来给儿子赎罪。得到武帝的同意之后，公孙贺真的抓到了朱安世，朱安世反而笑着说：“丞相大祸临头啦！”这位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说，公孙敬升不但和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私通，而且指使巫师在武帝去甘泉宫的必经之路上埋藏人偶，诅咒武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私通这种事并不稀奇，但这一对奸夫淫妇，一个是武帝的亲信重臣，一个是武帝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要用巫蛊手段诅咒武帝呢？从常理来看，他们完全没有作案动机。朱安世会不会只是死到临头乱咬一气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